挑剔，每天是崭新的自己。风雨的洗礼，我微笑着继续前进。一张开双臂，就能拥抱天地。就算铜墙铁壁，也抵挡不住前行。跟着我一起分分秒秒，梦想绝不放弃。不相信命运，相信快乐，想被自己决定。跟着我一起，时时刻刻都冒出了全力。一路的起落都是最美的风景。跟着我一起，选择活出最精彩的生命。漫长的黑夜是为原谅更绚烂的黎明。跟着我一起，让时间写下壮阔的事迹。有天回头看，都是温暖的回忆。这苏先生真的没话说，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像他这么有情有义的人了。他常来看 band 的吗？只要一有空就来，不管是午餐时间或者晚餐时间，他都会出现。有时候晚上11点多了，他还会出现，大概是一下班就赶过来吧，样子看起来很累。而且他很有耐心哦，不管他的朋友怎样对他，他都不会发脾气。我都说我不吃了。你到底想做什么？我不是说我不要吃了吗？那你想吃是吧？我什么都不想吃啊！我只要你离开这里，不要管我。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我没有你怎么样，你也不需要怎么样，我只是要你走，不要管我，明白吗？我有责任要照顾你。我不需要任何人照顾，你也不需要感到内疚，你自己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吧。只要你人生过得好，我的人生才会过得好。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固执的人呢？你来看呗。他肯借你，他肯不肯借我根本不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付出了，别人也要有所回报。其实，只要自己开心，有没有回报根本不重要。相反的，接受别人付出的人，也许会有负担。如果想开了，只要付出的人开心，也没有什么好负担的。要是每个人能像你这样想就好。时间会改变一个人的看法，你给他多一点时间吧。其实，就算他不改变自己的想法，也不要紧。我只希望他对自己好一点。那你有没有想过对自己好一点？我觉得你应该尝试把一些事情放开，这样就可以减少你心理上的负担。有很多事情不是说要放开就可以放开的。你和 Ben 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和 Ben 是当兵时候认识的。说来，那真是一种缘分。我们不但被分配到同一个 unit、同一个 platoon， 甚至还同一个 section。更巧的是，
我们是同年同月生日，只相差了3天。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特别投缘，不管做什么都要在一起。就算 SOC 也一样。来，你可以了，加油！我不行了 ，Ben， 你先跑吧，要不然你会不及格的。你说什么？我们是 brother， 要跑一起跑，你行的，走啊，走。结果那天，只有我们2个的 SOC 不及格，大家都可以不告，只有我们2个需要留下来加强训练。虽然是我害了 Ben 受罚，可是他一句怨言都没有。来，加油，你可以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们会成为最要好的兄弟。后来，我们还一起加入了 CBRE 特别部队，一起接受特别的训练。不管在工作上或生活上，我们2个一直都是最佳的拍档。我原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比亲兄弟更亲的好朋友，可是 Ben 却让我相信是有的。后来 Ben 认识了美芬，我看得出 Ben 很喜欢美芬，他常常要我帮他写一些浪漫的点子来哄美芬开心。他们交往1年就结婚了，我还是他们的伴郎。1年后，小杰就出生了，我自然而然就当了小杰的干爹。可是幸福好像真的不是必然的。都说不用破费了，你还买这么贵的玩具？我干儿子的生日礼物，我怎么可以随便啊？小杰，小杰，叫救护车！小心啊！喂，别跑！喂，别跑！你没事吧？我没事，快去追！是我害了 Ben， 我欠他的，这辈子永远都还不了。意外的事谁也不想。我相信 Ben 从来没有怪过你。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怪过我，我才会觉得自己更对不起他。如果不是我，他现在就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不会觉得自卑，而把自己的老婆和儿子赶走。一切都是我害他。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再说，如果他都不帮自己，谁也帮不了他。就算不能帮，我也要帮到底。是我毁了他，我有责任照顾他。我会帮他存了很多钱，就算他不能工作，这辈子都不用担忧。所以你这么吝啬，什么都斤斤计较，都是为了帮 Ben 存钱。我知道你们全部都在我背后说我很吝啬，可是我不在意。只要我知道我自己做的是对的，你们怎么说，我也不管。我们对事情一点都不了解，却在背后批评你，真的又无聊又肤浅。最重要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批评你。对不起啊。其实我觉得你蛮特别的。知错能改很特别吗？也许吧。人是感情的动物，我相信总有一天，别人会被你感动的。希望吧。
上次我们开会讨论到海报所要呈现的主要感觉，最重要的是要有时代感。我觉得这次海报的颜色太过暗淡，需要再改善。还有，我希望来参观 ACE 的民众拿到这本册子的时候，会觉得这本册子非常精致，会想要收藏的感觉。我建议把册子的体积缩小成一半，方便民众来携带。有什么问题尽管来问我。好，我们会的。散会。佩佩，加油是啊！送给你。Alan David， 我一买到就马上送来了。这张 CD 真的是很难找，找了很多地方才找到的。我知道啊，前几天你已经送了一张给我，现在又在送啊。没有啊。有啊，前几天大哥说你托他。奇怪啊，怎么大哥会知道我想要这个 Alan David 的 CD 呢？那天我去买 CD 的时候，碰巧遇到他，我没有想到他会帮我找。我大哥就是这样的，他喜欢默默付出。我已经跟他说过了，现今的社会呢不流行什么默默付出，要的话呢你要大声的说出来。不过他就是不听我这套。我从来没有要求他做些什么，我只是坚持我想要的。或许我大哥也有他自己要坚持的东西啊，不是吗？那你应该告诉他，有些东西不值得坚持。那我是否可以告诉你，有些东西真的不值得你坚持呢？佩佩，我坦白跟你说，我已经有我喜欢的人了，所以我认为你不应该坚持下去。我一向来都觉得，当我遇到我生命中的另外一半的时候呢，我肯定会有那种被触电的感觉。可是问题是，当我遇到你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感觉，一丝都没有。这张 CD 我看你还是留着来听吧，蛮不错的。无论如何，谢谢你。怎么突然间叫我出来啊？先叫点东西吃吧。你不看吗？我这个人很专一的，每次都点一样的东西。啊，我要一杯 Earl Grey Tea， 还有一块 cheesecake。你呢？给我一杯咖啡好了。谢谢。为什么每次都点 Earl Grey 呢？没有特别的理由，就是觉得既然已经找到喜欢的，就不需要再换。就好像如果我喜欢一个人，我会坚持到底，不会轻易改变。我这个人很固执吧？我猜你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不过当你知道你再怎么固执也没有用的时候，也许你也应该放弃了吧。这是本来我要送给文忠的，没想到有人捷足先登。或者，你还是很固执，坚持喜欢我，默默为我付出，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感受得到。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只是看你跟文忠没有什么进展，我想帮你们而已。好，这次我相信你。不过我希望下次你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我希望文忠喜欢我是因为我所付出的感情，而不是别人的帮助。听说文忠有了喜欢的对象，是吗？我没有听他说。连你也不知道，本来还想向你打听的。大哥，今天心情那么好啊，找我来跑步。你的 IPPT 快到了，所以找你一起跑啊。
跑步对我来说呢，真的是小事一桩啊。不相信，我们来比比看啊。好啊，来，1、2、3。还是输给你。我可是全职军人，如果输给你的话，那不是没有面子。况且你只输我一点点 ，IBBD 肯定拿够的。哎呀，我的 trainer 是 commando 嘛。我今天下午看到佩佩了。啊哈。CD 的事，对不起啊。干嘛说对不起啊？反正我都拿到一个免费的 CD。我只想帮忙而已，没想到会被误会。早知道我就不要多事了。听佩佩说你有喜欢的人了，认识多久了？刚认识不久。几站怎么样？见过几次面，不过也不算是开始啦，都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只见过几次面，你就这么肯定你喜欢他吗？我当然肯定了。不过我总觉得，他好像要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没有关系，我是不会放弃的。那大哥，你也一样哦。你在说什么？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啦？你呢，只会默默的付出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有实际的行动嘛。这个东西就好像玩捉迷藏一样，如果你一直站在这里不去找的话，哪里会找到？如果对方一直躲起来，我也照样找不到。至少你努力过啊。我努力过了，结果你也知道的。我们几个的关系就像戏里面的多角关系，斗来斗去的。哼。所以人家还说嘛，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你真的不给佩佩一个机会啊？爱情是讲究感觉的，没有感觉的话是不行的。也许有一天你会改变呢。那你对佩佩的感觉会改变吗？是会胖的。不来讲，来，我为你们介绍公司的新同事梁小诺。从今天开始，他是我们公司的一份子。欢迎你啊，小诺，婉姐。你好，我是麦。我张明。你们好。我是文蔚。我是 Victor， 嗨。以后请你们多多指教。啊，会的会的，没你教到一定帮忙。哎，暖姐，带他到他的位置去，顺便告诉他工作应注意的事项。Yes sir。小诺，请跟我来。这里呢就是你的位子，那你以后呢就坐在这儿。哦。那桌上呢有一些文件是要你看一看，那待会儿呢我就教你应该做些什么。小诺啊，等一下呢我们一起去用午餐好不好？联络感情啊。因为公司呢有一个不明文规定，就是呢新来的人要请吃午餐。哦，我想我今天应该不能跟你们吃午餐了，我自己带了午餐来，不好意思啊。公司请了个皮卡丘吝啬鬼，现在多一只鬼。少吃一餐会死啊，小心越吃越胖。我有说过没？王，你看，都几点了，现在才来上班，他以为自己是老板啊。有时候我们做人脸皮真的要厚眼睛要瞎，耳朵要聋了，这样子呢才会听不到看不到别人正在说他。少说一点啊！你帮他？不是帮他，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搞不清楚状况就乱说人。你懂状况没？要准时吃午餐，去工作，去。听说点心茶楼今天做促销哦，4个人吃1个人免费，有什么好开心的？才1个人免费，我还以为今天下午呢吃饭的钱可以省下来。不是吧？你还在为人家不请你吃饭耿耿于怀啊？哎呦，当然了，我以前刚才来说不请大家吃东西吗？哇，这次比卡索小若兰的不用请我们吃东西。
你是个男人呐，你干嘛斤斤计较？什么斤斤计较？哎，钱呢？钱呢？你知道吗？哎呀，再说找不到位置了，走了。是啊，每一次促销都是很多人的，你们快一点呐！我忘了拿电话，我回去拿。你们先去找位置啊。好了，快叫上来啊！嗨，我回来拿手机的。那我先走了。真奇怪，有什么好奇怪的？茶水间的饼干跟咖啡咯，你看，昨天还很多的，现在剩下一点点。喂，大家从实招来，是谁吃的这么夸张的？嘿嘿，安迪，不要说我哈，我很少吃饼干的。再说呢，我只喝水不喝咖啡。OK， 也不是我哈，我最近在减肥，喝太多咖啡会胖的，我一天只喝1杯。不可能是你。既然不是大家，我想一定是老鼠吃的喽。如果是老鼠的话，这老鼠要很大只啊。那依我看呢，这是大老鼠，会不会就是皮卡索嘞？我看应该不是吧？他整天都带他自己的三文治来吃。对呀，他就是为了省钱，不要买三文治，就吃公司的东西。事情都还没有搞清楚，不一定是毕卡索啦。哦，那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们这里真有大老鼠啊！我们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是他，所以不要乱猜。哎呀，好了，算了。不过呢，再继续下去的话呢，这个月的 petty cash 大家都要给多一点。安迪，不是吧 ？OK， 你可以不给，不过呢，让我看到你进茶水间，你就死。爸，要搬些什么吗？等文静和文蔚回来就可以开饭了。又是这些菜。爸，二哥回来了。哇，买那么多东西呀！我整个巴黎市场都搬回来了。没有，帮你。搬整个吗？阿姨很久没有来了，我们家里很多东西都用完了。就是。家里少了阿姨真的很不方便哦。老爸煮的。还用问吗？还少了一样菜，咸菜豆腐汤。咸菜豆腐汤来了。啊，人齐了，我去给你们拿饭啊。爸，我帮你。好。这几样菜我们吃了多少天了？5天，另外5天是打包回来的。这样子下去啊，真的不是办法，对你身体不健康。非常大声。啊，你们2个的饭啊，谢谢爸。老爸吃，大哥吃，二哥吃。爸吃饭，大哥吃饭。爸吃饭，吃饭，来吃多点啊。干嘛？这些菜不合你们胃口啊？不错啊。老爸是吃了有一点腻啊。吃腻了？好吧，既然这样，明天我打包回来给你们吃。你们想要吃什么？不用了，叫阿姨来煮好了。或许阿姨她没空呢。说的也是啊，阿姨已经很久没有来了，不知道她在忙什么。那我等一下打电话给她，叫她明天过来吃。不用了。为什么？其实啊，我觉得我们不要太依赖阿姨啊，什么事都叫她帮我们做。她毕竟也有自己的生活嘛。文珠说的没错，你们都长大了，应该懂得照顾自己，不要老是依赖阿姨来照顾你们。我们长大了，跟阿姨过来我们家吃，这2件事有什么冲突啊？你们2个为什么好像不要阿姨过来？老爸，你和阿姨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反正你们的阿姨是不会再来我们家。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阿姨的事啊？你胡说什么？难道不喜欢她，她就可以对我生气？我有了我自己喜欢的人，这件事你们的阿姨也知道。那个女人是谁？等时机成熟，我自然会给你们介绍。阿姨照顾了我们这么多年，她一直都很喜欢你，我们都知道的。你不觉得你这样做是辜负了阿姨吗？她喜欢我，并不表示我也应该喜欢她。你不喜欢她，那这10多年来，为什么让她常常上我们家？为什么让她帮我们洗衣做饭？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她是我们家的女主人，你觉得她自己会怎么想？总之，我觉得你和她是最相配的。什么是最相配？难道一个比我小20岁的女人就和我不相配吗？什么？天哪！你喜欢一个这么年轻的女人，你不怕人家说你老牛吃嫩草？你说什么？是真的，人家真的会这么说你的。你还说？好，我们去打包东西吃啊。什么？可是我还没说够了吧？我还没说完呢。爸，你放心吧，我们也只是一时适应不过来，给他一点时间，他就没事了。奇怪，喂，大家快过来看看！昨天我不是说饼干咖啡要吃完了吗？今天又满满了。啊！公司是不是有隐形人啊？偷偷把东西吃了，又偷偷把它放回去。以为在演科幻片隐形人？不管他是隐形人呢，还是什么人，最起码呢，他是个有良心的人，会偷偷把东西补回去。没错。这你说是不是我们这个月的 petty cash 不用加？你去跟比卡索结拜喽！这么小气，这种小钱也要计较。哼。谢谢你啊！谢什么？这些咖啡和饼干都是你买的吧？哦，是啊，我是觉得这些饼干好吃，还有我觉得公司的咖啡太难喝了，不想虐待自己，所以买一些放在这里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谢谢你。好了，我最讨厌人家跟我说谢谢了。哦，今天不吃饼干，吃面包。吃面包总好过吃饼干吧？其实我们都是同事，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开口。你是不是很需要钱啊？我是需要钱，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自己还能解决。可是你好像……那只是暂时的，等我存到了一笔钱，还给了人之后，那就不会那么辛苦了。我听他们说你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嗯。那你应该是租房子住吧？嗯，我跟我表姐一起住。你要租房子，要存钱，还需要一笔生活费，你负担得来吗？暂时都没有问题，只是住的环境会比较差一点，除了2张床褥、1个衣橱，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家徒四壁。你不要用这种同情的眼光看住我，我自己啊，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很惨，因为更惨的事情都经历过了，这一点不算什么。好了，如果有什么事，记得向我开口，能帮的我一定会帮。谢谢你啊，吃你的面包吧。喂，哦，下星期的拍摄啊，照样借钱。哎，找到什么事？哦，我下个星期3就要回应受训了，有没有找到人接手我的工作？哎呀，天哪！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就把它忘了。什么？这次惨了。那，你现在手上有很多 project 啊，如果我没忘记的话，可以帮你 defer。现在恐怕来不及了。我真的不懂你们回应收信在干什么。吴伟，进来一下。喂，你不是要我未来接手我的 project 吧？现在你怎么样？他接手一点，我接手一点喽。我这次给你害惨了，他一进来一定骂我的。我本来答应不要给他 OT 的，现在看起来真的不可能了。
这是你上次转交给我通知信，是国防部邀请我回去参观你们回音受训的情况，我差点都忘了。那你会不会去啊？看我没有时间了。找我有事吗？哦，进来。文蔚啊，这些都是皮卡丘手头上的 project， 交给你了。你要辞职了？不是啊，我现在星期3就要回应受训了。我知道你现在手头上工作很多，要你接手皮卡丘的工作是有一点辛苦。其实我也不想增加你的负担的，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是啊，其实回应受训是每个新加坡男人的义务，而且是有必要的。除了可以锻炼身体，把学过的东西重新温习一遍，而且可以顺便学习一些新的器材啊，这样就不用等到要用的时候手忙脚乱。你们两个怎么了？我又没有拒绝接手你的工作啊。可是你看起来好像很不开心。我是担心半途接手客户不高兴。我还以为是因为皮卡丘。我像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吗？我还怕你为我用回应受训来当一个借口来逃避工作。我了解，我也知道回应受训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战备军人可以时时提高警觉，一有需要就可以随时准备上战场。奇怪了，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啊？我家里都是男人啊，而且我老爸还有我大哥是正规军人，我当然很了解啊。差点忘了，他家是军人世家。好了，如果没事的话，我先出去忙了。好，这多谢你了。知道了。拜托你了，哎，辛苦你了。你只是变成这么长气啊！哟。如果没事的话，那我先出去了。好，哎，下了班喝2杯。谢谢。要谢我，请我吃饭哦。这个没问题。可是你也知道我的情况，不能吃太贵啊。我知道小贩中心的东西很好吃啊，我知道怎么做的。什么事啊？我回应受训的时候，你能不能帮我去看 Ben？ 没问题，他出院了没有？他出院了。那你工作的时候谁照顾他？我帮他请了你哦。那就好。那我先谢谢你了。你对我这么客气，我不习惯。是你啊，这个来了，进来。来。阿姨，你生病啊？只是一点小感冒而已。那你有没有看医生？看了。你呀，生病了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把我们当外人了？我本来就是外人啊。哎呀，对不起。干嘛说对不起啊？我知道你和爸之间的事了。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又不是你的错。有些事情勉强呢是没有幸福的。不管怎么样，我是站在你这边的。除了你，没有别人可以取代我妈妈的位置。我虽然不年轻，可是我也知道感情是不能勉强的。你不要为了我的事而影响到你们父女的感情。你这么好，老爸却不懂得珍惜，偏偏喜欢上一个不懂从哪里冒出来的女人。尝试去接受她，不要让你老爸难做。他这样对你，你还为他着想？哎，强哥，我用猪肝炖了这汤给你喝啊，对感冒好，能补肺的。谢谢你，进来坐啊。不好意思，你没有朋友啊。没关系，我给你介绍。好。他是文蔚，他是强哥啊，强哥你好。哎，你好。嗯，坐啊。好，我先拿进去。哎呀，他是谁？一个朋友。这段日子我生病，都会有他照顾我。他在追你啊？那你喜不喜欢他？如果你真的喜欢他，那你和我老爸不是真的没有希望了？你老爸已经跟我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你老爸真的是不可能了。我看你的朋友还在，我先走了。喝碗猪肝汤再走吧。我还有事。等我病好一点，再约你吃饭聊天。强哥，我先走了。
路上小心啊！吃多点维他命 C 啊，喝多一点水，拜拜，拜拜。你还好吧？还好，很痒，不习惯而已。做多几次就习惯了。很久没有见到你二哥了，他还好吗？还好啊，不过他最近工作比较忙，好像是刚接了一个很重要的工程。那你二哥平常喜欢做些什么啊？怎么了？你好像在乎我二哥多过我大哥了。没错。你放心啦，虽然我知道我大哥喜欢你，可是我也知道感情是不能勉强的。可是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你喜欢的是我二哥，而不是我大哥呢？我觉得我大哥条件很好啊，长得高大威猛，很有安全感呢。再说你们两个都是军人，不是很投缘吗？我不否认你大哥的条件的确是很不错，不过我觉得我们在性格跟兴趣上差别太大了。我好动健谈，他却沉默寡言。你二哥从小就很优秀，他可是当年的校草，喜欢他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少过。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改变。如果没有其他的事的话，其实你可以先回家了。我今天晚上肯定要加班了。如果我没有达到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我是不会回去的。欧阳小姐，哎呀，我问你啊，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哦，你有一种怪癖，有一种不请自来的倾向呢？我今天来找你，是要你请我吃饭，你还欠我一餐，你忘了？哦，对哦。哦呀 ，sorry 啊，不过刚才我都说过了，今天晚上我肯定是要加班的，所以今天晚上是。我知道你是大忙人，不早一点来预约怎么行呢？我是要约你后天吃饭。你都说过我是大忙人，那后天的事我怎么能知道呢？不是吧，大忙人，你就不能安排一下吗？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啊，我是说过我会坚持到底，不放弃。不过你也说过你会坚持到底啊。难道你担心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坚持会轻易改变，所以不敢单独跟我出去啊？这一点你放心好了，我肯定不担心这一点。那你怕什么？就当成跟好朋友吃饭不行吗？行，那亲爱的朋友，后天晚上我们不见不散。安迪，哎，安哥，来找佩佩啊？没有，我来买muffin的。哦，要多少个？我要10个巧克力，10个香蕉。你坐下来等一等。好。安哥在看什么？选礼物啊。哎，你说买手表好还是皮包好呢？两个都好像不错啊。买给谁了？佩佩啊，过2天就是她生日。来，你的东西。哎，老婆，你说手表好还是皮包好呢？手表嘛，你女儿最喜欢这一款的手表嘛。可是她前2个月才买了一个手表，前几天我还听她说想换个皮包呢。这样啊。文静，你说呢？还是由你们决定比较好吧。哎，就这么决定，买皮包吧，啊。安哥安迪，我先走了啊。好。哎，你怎么在这里啊？哦，来买东西。哎，这是你的 Earl Grey， 还有你的 cheesecake。你还记得啊？我当然记得了。谢谢。对了，你曾经告诉我，
文中说他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对吗？是啊，怎么了？他说他跟那个女孩子刚认识不久。那个女孩子是怎样一个人啊？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相信是文中单方面的喜欢，而且那个女孩子对他好像不是很有意思。不是吧？文中也会有踢到铁板的时候。我很少看到文中对女孩子这么认真的，你不担心吗？这样才有挑战性啊！而且无论对方是谁，我不会轻易认输的。我对我自己有信心。对了，过几天是我生日，我约了文中。文中知道是你生日吗？我没有告诉他。怎么不让他知道？其实他知不知道并不重要，我只是想在我生日那天，和我喜欢的人一起度过。Hello. Photo, please. Okay. Thank you. Hello. Yes. You can start now.今年是佩佩生日，你就让她过一个快乐的生日，圆她一个美梦，好吗？बार बार दिन ये आए, बार बार दिल ये गाए, तू जियो हजारों साल, ये हमारी आरज़ू.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ank you.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啊？生日快乐！谢谢你。想忘却抓不紧，越来越清晰的是我在想你。爱总是很用心，给我最初的热情，却忘了考虑对方是否愿意肩上他的名，以为只要坚定就能追上爱情，才发现不是谁都承受得起。应该是我守的距离却走得太近，应该是聊天的关系却说成无爱听，才会握手都没勇气，聊天也没默契，终于又退回到最初陌生